我是央视小董，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。上亿人同时在线，每分钟33万互动刷屏。这一刻，全民聚焦，情绪沸腾。昨天的阅兵，我跟很多人一样，一边看直播，一边刷评论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自己正在观看一部跨越时空、全民参演的电影。直播开始，评论区瞬间点燃，网友的留言几乎成了这幕画面的另一种特别的实时配音。军歌一听，血液就沸腾了，可惜不能到现场了，头皮发麻，热泪盈眶。数据曲线和观众的情绪重叠上扬，开始的瞬间，阅兵相关话题的用户活跃度飙升到前一天最高值的3倍。更特别的是，很多人这次的评论不只是文字，表情符号也疯狂刷屏，红心、国旗、点赞，仿佛每一个人都想把胸口那股涌动的情绪全都传出去。当画面切换到抗战老兵，当一面面战旗在长安街迎风而来，镜头像是把历史搬上了屏幕。评论区的氛围由激动转为庄重，沉了下来。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与祖辈同框。想起我爷爷了，念着念着旗上的字就会哽咽。今日祖国的荣光，他们一定看得见。作为他的子孙，我们都继承着他的精神，永远热烈地热爱祖国。数据也印证了这种转折，英雄、牺牲成为媒体互动高频热词，出现频率比上一幕翻了1倍。这一刻，镜头里不再只是整齐的步伐，而是评论区一代代人的投影。观众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身份、家庭和记忆。这一幕没有主角，人人上场。我注意到这份热情已经早已从线上燃到了线下。去哪儿旅行平台上，今年暑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搜索热度上涨近10倍，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门票预订量同比翻倍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量也比去年增加1成。携程数据显示，过去1个月红色景区游客中，90后和00后已超过一半。今天的青年不再只是了解历史，而是在用行动和历史对话。这是整场的高潮，评论区的反应开始有了反差。太科幻了，隐形机都能探测吗？才6年，怎么感觉这武器已经是打外星人用的了？这一幕里不再全是感动与热泪，而是一连串的震惊、好奇和无法掩饰的看不懂。弹幕全是问号、叹号。网友们开启了君王时刻的自嘲模式，语气里却藏着满满的敬意。有人写下根本看不懂，只是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。有人说强大不是为了战争，而是为了捍卫和平。电影的最后一幕，我想将镜头拉远，从长安街延伸到全世界。93阅兵不只是国内的全民热议，更成了全球同步上映的大片。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数据显示，9月3日当天，截至14点，境外媒体用多语种刊发了1500多篇报道，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。而在全球社交平台上，更多普通网友超越立场，表达的不是对抗，而是赞叹和钦佩。评论区的共鸣不只是中国网民的情绪涌动，更是一种跨文化的理解与尊重。最终留下的共识是：铭记历史，守护和平，才能共同走向未来。